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梁夏，不是梁虾。官方也是如期而至，就在刚才，官方公布了 4.4 版本上半的卡池信息啊，新角色闲云以及老角色复刻小草神纳西达，还有一些4星角色居然复刻了发露桑啊！这谁能想到啊？大家都以为会和萧一起复刻啊，没想到跑上棒来了，真的是万万没想到啊！武器卡池方面也是有点抽象了，这应该是原神有史以来最奇妙的一期卡池了吧？那么 OK， 本期视频呢就来聊聊新卡池的怎么抽，这次卡池良不良心，顺便唠唠嗑。看完之后有帮助，希望可以点赞支持一下。至于1个硬币10经验，同时视频对转发起头比较大，帮忙转发一下吧，不用真的转发，退回来就行了。同时无经验拿，谢谢。老样子，先从4星角色说起吧。第一位女仆诺艾尔，开服早期的角色啊，开服到现在每次都说。这次说说目前女仆的现状吧，因为有了水神的到来之后，让女仆吃到肉了。因为女仆作为延续输出角色，在搭配角色方面就是五郎阿贝多这种角色啊，增伤方面明显是不足的。那么有了水神的高额增伤，女仆可以像我一样带防御杯，提高上限，让你女仆也更加容易毕业了。不过这角色培养成本还是相对比较高的，生物要好，命座还不能少，需要满命才推荐培养的。满命可以大幅提升它的总体输出啊，差距非常大。至于说女仆为什么适配水神呢？主要是因为女仆战绩可以给全队治疗，能轻松吃满水神的增伤，可以说是量身定制的啊。这个角色目前只能说推荐后期去培养比较好，而且最好的有阿贝多这个充电宝角色啊，不然大招充能非常缺，很便秘的。然后是本次卡池最香的4星角色发露桑，我去，初音未来。发露桑是一名风系的装拐角色呀，增伤减看的，解锁6命后可以解锁加风角色爆伤的事实，同时还能聚怪，可以带千言套了，而且配合4命可以回复24点能量吧，应该是啊。总之发露桑6命不管是伤害还是机制上提升都非常大。虽然我自己没有抽6命啊，但是直播的时候打号玩过很多次发露桑了，那种感觉和我这个1命啊是真的没法比，差距是真的非常大。这个相信玩过的玩家应该比较清楚啊。目前风 C 就是萧和伞兵为主的，但是发露桑居然在上半复刻了。之前有人说闲云可以主 C， 然后闲云登场之后，发露桑也一起复刻了，这让我不得不觉得闲云可以输出了啊。这一点就需要等待正式服测评才更加了解了。反正想要培养发露桑，需要6命才推荐培养的，第1命是真的不好用啊。新角色佳明，你们看看 CV 是谁啊？好家伙，这你们能听得出来是克勤配的吗？而且佳明也是原神首位有方言的角色啊，原型设计为广东的舞狮，非常具有文化特色啊，个人是非常喜欢的，因为我也是广东的啊。而佳明的机制方面是围绕着下落攻击来打伤害的，他的战绩可以相比普攻来说，下落攻击伤害更高更强劲，不过会消耗一定的生命值啊。而大招呢可以召唤文宅，而且可以刷新战绩的 CD， 并且可以回血啊，非常好理解的一个角色啊。佳明的所有技能都是主打下落攻击为主的，战绩大招可以更大辅助他的输出和机制。那么作为一个大件角色以及打下落攻击为主的，听说下落倍率是原神目前最高的角色，这一点我们可以期待一下。而且可以烧血的猎人号应该也是不错的选择，虽然2件套可以吃不到，但是36暴击能触发就行了。目前如果脑补的配对是，如果不打蒸发这种反应融化，那么佳明、闲云、香菱、巴内特打纯火，相邦的命座都是可以提供火元素角色的一个方面的争议的。如果需要套盾，那么香菱可以换成钟离啊，你们也可以说说你的配对的想法。总之作为 4.4 版本，佳明的强度或许真的不低吧，这一点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而闲云作为 4.4 版本海灯节主场的角色啊，定位是可以给队伍提供跳跃能力，并且可以加下落攻击伤害的一个角色。那么同时兼顾治疗、自身跑图体验方面嘛，从前章看下来应该非常爽，零基础也能登龙的一名角色。但是由于目前打下落攻击伤害的角色不多吧，也就萧还有迪卢克是因为下落倍率比较高的，以及4星主打下落的佳明。个人觉得官方可能先出闲云这名角色，让玩家体验后续制作出真正的5星下落攻击伤害为主的角色，我感觉大概率是这种情况。从目前版本来说，我对于老玩家来说啊，肯定不是非要必抽不可了啊，只能说你打算玩以上3名角色的玩家去考虑。
而萌新玩家来说，因为闲云跑图兼顾治疗的角色，萌新抽了肯定很赚啊。而且因为卡池出现的暴露伤，消息说是可以输出的。闲云自身有拐有治疗，或许真的自己可以输出也不是不可能啊。毕竟自身有治疗之后，你队伍就不需要带治疗角色了，就类似星海的纯水队伍。当然一切以上说的都比较偏猜测的，看了之后你还是觉得犹豫要不要抽，那就只能等正式服的测评再说咯。还有上半的老角色复刻小草神纳西达，我很负责任告诉你啊，在目前版本来说，草神还是那个草神，依旧非常强大的一名辅助副 C 角色。推荐所有玩草系配对的玩家至少抽一只吧。对群挂草平防后台，兼顾不错的输出能力，放用性也是非常高。也不是说一定要草系配对，就比如钢羽的燃烧融化也是非常出彩的。二命草神提升虽然非常大啊，但是考虑到草神下限已经非常高了，就算你不抽二命，其实也是无伤大雅的。可以把这2个金给新的想要抽的角色，解锁新玩法不是更好？草神的攻略在前几期也发过了，感兴趣的萌新玩家可以看看啊。接下来看一下5星专武啊，闲云的法器武器741的白值和幽拉森赫的武器是一样的741，可以看出闲云这名角色应该也是比较吃攻击力的。特效队伍提供 28% 的下落攻击伤害，并且下落能给闲云回复一次 2.5 能量。好家伙，肉眼可见的装啊！目前版本除了闲云就没有一个能用的呀。不过确实可以给砂糖配合萧来用，但是一般会抽武器不抽角色吗？不太可能吧。总之这把武器谁爱抽就抽吧，离谱的装啊！未来有新的角色适配再考虑吧。另外一把也是法器啊，好像也是首次出现的都是法器的情况是吧？这把虽然没有上把那么装，但总体来说也差不多。精通主词条，特效提供精通和增伤的。这把武器一般除了草神之外啊，很少会给别人用啊。而且相信玩草神的一般也你会发现啊，草神有没有专武差距根本很难看出来的。4星的祭礼长章就已经非常好用了。所以这次2把5星武器我均不推荐平民玩家去抽取，完全也可以跳过，就算老玩家也可以跳过的情况啊。4星武器方面的祭礼全家桶，不过好像还缺个祭礼枪啊，就完美了。祭礼系列用的比较多就是祭礼剑了，行秋、望叶以及各种需要重置战绩 CD 的辅助角色都能使用到，不过需要金3以上啊。金1的冷却30秒，40%概率，运气不好啊，一场战斗1次都不能触发都是有的，就尬住了。至于祭礼长章嘛，砂糖和草神用的比较多，而且随着角色越来越多了，祭礼用途也方向性会更广。祭礼弓呢，冰猫的毕业武器，提供2发高额的充能。夜郎暴露伤温迪在西风弓不够用的情况下可以过渡一下。大件的是早右北斗需要充能也还不错啊。千言长枪限定4星武器啊，需要搭配璃月角色才比较好用啊。而且是一把4星的限定武器，平民抽不到，氪老用不上，一把比较尴尬的武器了。OK， 最后总结一下吧。角色卡池方面，由于闲云强度还未知，但体验跑图方面应该非常不错啊。有想法的玩家可以考虑拿下。草神推荐抽1只就行了，二命我是推荐看钱包还有看情况的。而2把5星武器前面也说过了，是完全不推荐抽取的。虽然4星还可以，但是考虑到武器方面都是看5星来决定的，所以这期卡池只能说角色非常的香，武器卡池非常一般。看完之后各位打算想抽谁呢？还说全都要啊？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各位也可以点播关注我们周3攻略视频再见咯。那么我是梁夏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各位拜拜。